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如果能将这个集结点端了，想来应该会有不少收获。我心中越发兴奋了，开着多用途装甲车悄悄地跟了上去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一跟就是3个多小时，而且全程没有在公路上行进，反而一直在荒野上行驶，一直到了中午时分，众人才来到了一座营地附近。看到这座营地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个营地周围是用合金的金属墙搭建而成的，2米多高，上面还有支架和栏杆，每隔10米就安装了一台高频两用的机枪。在金属墙的外侧是一条5米宽、2米深的壕沟，壕沟里面插了不少尖锐的钉板，在壕沟的对面还竖立着一大堆钢铁龙牙和尖锐的钉板，哪怕自动大门的前面也摆放着2道钢铁巨马。整个营地一副固若金汤的样子，看着营地滴水不漏的布置，好像是有长期坚守的意思。这些家伙这是要干什么？长期坚守，不搜寻物资了，不前进了？他们是怎么做出这个选择的？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消息？还是莫里亚蒂又耍了什么新的花招？女人带着那群人进入了营地，自动大门缓缓地关闭了，营地之中又恢复了平静。这倒是有点意思。我想了想，给苏琪发了条私信：你们那个联盟情况如何？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？没有啊，大家只是名义上联盟了一下，除了几个人在水群畅想着完成了任务该怎么许愿之外，没有一点实质性的意见，感觉就是加了一个闲鱼群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打算再看看，要是晚上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，就换个群。我也给其他朋友发了同样的消息。苍小空表示并没有收到什么特殊的消息，他加入的那个群被他发展成了物资交流群。那些蒸汽机枪的销量很好，有一个大客户买走了200多挺，并且订购了大量的子弹，并且还要求购数量更多的机枪和子弹。对面甚至表示会溢价3成来收购，他没敢答应，想要问问我的意见。大量求购机枪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对了，那个跟你买机枪的人是谁？是拳击手车队的一个玩家，据说是副队长。拳击手车队？那个女人说白熊团和拳击手车队联盟了，一起在拳击手车队的营地集合。那么说，眼前的这个营地就是拳击手车队的营地，将营地布置的固若金汤，又购买大量的机枪。这个拳击手车队到底要干嘛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营地还真有摊一摊的价值，卖给他们，他们要多少机枪就卖给他们多少。不过价格溢价无常，表现的强势一点。现在只有我能这么大批量的供货，另外尽量融入他们，打听一下他们囤这么多武器到底要干嘛。好的，我明白该怎么办了。我又问了问其他的朋友，都没听说到什么特别的消息。至于追击我的话，就属赵婉婉加入的那个群最积极。据说有一个玩家从一个物资箱里开到了一张身份卡，可以借助这里的一个土著势力的资源来寻找我。不过势力的名称那家伙没有提，藏得死死的。群里的其他玩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既羡慕又嫉妒，纷纷疯狂地寻找物资箱，希望能开出类似的身份卡来。还有这种玩意？看来本土的土著也有不少分量啊，要不然游戏系统完全没有必要弄出这么一个身份卡出来。可惜我从来到这里之后几乎就没上过公路，物资箱更是连半个都没见过。看来等解决了这里之后，还是要去公路上溜达一段时间。看到大门紧闭，没有人出来后，我悄悄地绕着营地转悠了一圈。营地挺大，根据我估算至少有一个足球场大小，里面停几十辆车都没问题了。而且营地的周围几乎都是同样的布置，高墙壕沟，没有任何死角。转悠了一圈之后，我发现墙上的机枪数量更多了，原本是间隔10米就是1挺机枪，现在每隔5米就有1挺，密度提高了1倍。新增添的机枪还都是蒸汽机枪，果然是这个拳击手车队用来增加这个营地的防御用的。不过他们建造这么一个营地到底准备干什么呢？就在这时，我忽然看到一台吊装机将一台红外大灯吊装到了钢铁外墙上。几个玩家将红外大灯安装完毕之后，直接开启了大灯，朝着周围扫去。还有这种东西？看到扫来的红外线大灯，我连忙将车子后退了一点。这种新型的红外大灯除了增加夜视效果以外，还附带红外探测功能，能呈现出扫描区域的温度差别，然后勾勒出一幅状况图出来。要是前几天的我被对方这么一扫，恐怕还真的会暴露行踪。不过我已经有了红外遮蔽器，打开之后直接遮蔽了热源，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，自己在对方的红外显示器上消失了。另外再加上变色龙迷彩的功效，此时我的多用途装甲车看起来就像是丛林一颗不起，就像是幻影坦克一样，根本不会惹人怀疑。红外大灯在多用途装甲车上反复扫过2次，都没发现任何问题。看到营地里居然安装了这种级别的安保装置，我越发肯定这个营地里有问题。我偷偷的放飞了手炮，是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。这种低小慢目标是绝大多数雷达侦察手段的死角，由于体型小、速度慢，很容易被识别成鸟类而被忽略过去。手炮是无人机的声音狠，
营地之中守在墙上的人又都大多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抽烟，时不时的扫视一下周围的情况，根本就没想过居然有人会从上面偷偷侦查。无人机就这么轻轻松松的飞了进去。当从球形屏幕上看到无人机从上空传输回来的照片后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原来这个营地的防御远远没有我看起来这么简单，在钢铁围墙之后，竟然还有一道宽达5米的壕沟，壕沟的后面是一堵胸墙，上面也架设着不少机枪，甚至还有一些无后坐力炮。在壕沟上架起了2座吊桥，放下吊桥才能让车辆通过。不过此时吊桥都被高高拉起，根本无法通行。在这一层阵地之后，才是营地的中心区域，停车场。在停车场里，仍然保持着重型车辆围绕在外面，辅助车辆停留在里面的常规防御阵型。我数了一下，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55辆车子，其中画着拳击手车队车标的有42辆，白熊团13辆。看起来最厉害的是2辆黑豹级别的主战坦克，上面甚至挂上了反应装甲，装甲车级别的11辆，剩余的就是各种路虎、悍马、房车之类的。这些车上都架设着高射机枪，有一些车上甚至载着巨型的探照灯，看来连夜间放空的防备都做好了。只不过此时尚未看到有人值守。在车队的最核心是一辆如同蝙蝠车一样的黑色跑车，低矮而怪异，在车队里看起来不伦不类的。女人的骑士15式停在车辆车的旁边，看起来这应该就是拳击手车队队长的座驾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让小爱同学将攻击坐标定好了，待会攻击的时候先把周围的车子打瘫痪了，这样被围在中间的车子就成了瓮中之鳖，被直接困死在里面。没错，我要尝试着攻打这个营地。我想要知道对方苦心经营这么一个营地到底是为了什么，绝对有什么内幕消息。小爱同学，做好攻击准备，5分钟之后开始攻击。